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当下需要知道的一些爱情指引和爱情讯息，大天使给你们的祝福。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2，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拥有一段完全平等的两个人彼此独立的感情，并且这段感情是清醒的、理智的、克制的。从这张牌上我看到了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你们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彼此都能够看到更好的自己并且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能够互相欣赏，而这段感情既有彼此陪伴的温柔又能够互相鼓励。而第二张牌呢，圣杯7其实你们总是容易在一段关系当中过度思考、过度解读，这总会让你们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浮躁，特别容易情绪化。其实这张牌预示着你们在感情当中还不够自我，也不够自信总是在思考对方如何看待这段关系。而权杖5呢，代表的是你们似乎在当下正处在一种很混乱的状态当中，或者说这张牌是你们内心当中某种想法，你们非常害怕冲突和争执，很多时候你们会因为自身的这种性格特质而让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做出更多的妥协。而第4张牌呢，圣杯9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富足所以说从权杖5到权杖9这两张牌其实是你们在未来尤其是在感情当中会呈现出来的一种非常自信的状态，不患得患失，也不会瞻前顾后。也许只有先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你们才能收获到一段满意的关系。而下面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我们的爱情指引第一张牌就是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那这张牌其实说的是感情当中的误解和理解，因为误解和理解在感情当中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可能和对方你们彼此都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有的时候像是在自说自话，但是在恋爱当中两个人的误解是绕不开的，只有踩过一阶又一阶的误解才能够最终到达理解。所以说当你们在未来的这种感情当中当沟通受到阻碍的时候，不要直接放弃，因为理解彼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需要时间去磨合，两个人的感情也需要时间来成长。所以说在下一段感情到来之前，你们要告诉自己多一点耐心。第2张牌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释放掉自己的控制欲。在感情当中其实不可避免的，你们想要控制想要控制一段关系它也是一种执念，来自于你们内心当中极度匮乏的安全感。这个时候你们要告诉自己其实爱不是目的，它是顺其自然后的结果。放弃掉控制欲，让一段关系顺其自然的发展，反而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第3张牌 True Love， 爱情的能量正在向你们奔涌而来。那这张牌预示着你们未来会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感情。而第4张牌 Romantic Feelings， 其实你们可能会问如何才能知道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人是对的人其实很简单，因为对方能够带给你们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很美的那一部分，也有很苦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人的出现会让你们觉得过去的经历，过去那些苦难都是值得的。未来的那个人会让你们带上一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而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是你们在当下为了在未来迎接一段更好的感情需要做出的改变。第1张牌 Acceptance is the key to inner peace， 接纳自己是通向自己的钥匙我们只有在完全的接纳了自己以后，你们才能收获到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更好的自我与更好的爱情往往又是相辅相成的。第2张牌呢 Wait， 等待。现在请你们耐心等待因为在未来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而第3张牌呢向内看 Look deep within your heart，
你们在向内看的时候会感到一种愉悦，发现你们的内心其实也能生产爱，而那种爱会带给你们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它会让你们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会变成一束光，让你们找到对的那个人。第4张牌呢， The past is now behind you， 释放掉过去啊，因为新的道路已经为你们打开。你们要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我和过去的自己已经有所区别，我要创造新的事物，而我是创造的中心，改变由我而生。即使现在我感到担忧或者说恐惧，但我仍有选择的权利去改变它。所以让那些该失去的都失去，真正属于你们的人生才会到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 Temperance， 克制。你们现在应该克制自己某种冲动，某种不断回忆过去的冲动，还要克制自己，因为你们总是在一段感情当中过度的妥协、付出还有牺牲。你们总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在感情当中犯过的错误不断重蹈覆辙的倾向和趋势。而第2张牌呢，圣杯4啊，现在在你们的朋友圈当中似乎有一个人正在默默的关注着你们。而我们也抽到了这张神谕卡 Secret Admirer， 一个暗恋者。那么这个人的话，可能在未来向你们发来消息或者说问候啊，并且是在你们整个人处在一个情绪的低谷期当中。而第3张牌星币2，你们似乎很害怕做出选择，你们自身也不擅长选择，你们总是容易在选择当中迷失自己啊，但是你们越怕什么，似乎就越会来什么。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同时接触到2个不错的桃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很有可能会让你们再次陷入到犹豫和纠结当中。而第4张牌呢，星币7，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正在不断的成长，而这些星币是你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财富，他们不断的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也代表的是未来你们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你们也会收获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在当下你们不可避免的会觉得自己在感情当中原地踏步啊，尤其是在感情上，好像别人的感情都很顺利，但是轮到自己就一直在走弯路。实际上你们所有的经历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在感情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让你们清楚你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伴侣，因为只有告别错误的人才能够遇到对的人。而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Passion， 激情。未来的那段关系能够唤醒你们内心当中沉睡的激情和热情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冲动和盲目，但是这段感情能够让你们保持一颗炙热的心。第2张牌呢，大天使告诉你 You deserve love， 你永远值得爱，值得被爱啊。当你相信自己值得，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找回纯粹的自己，整合过去的生命经验，还有人格当中那些持续的生命力啊，直到你们重新能够找到生活的热情和意义。而接下来的这2张牌，我看到了未来你们进入到一段婚姻的可能性啊 ，Wedding and Codependency。你们未来的婚姻会以一段相互扶持、彼此依赖的关系存在，而爱本身就是坚定的选择、真诚的对待与交流，彼此共同成长。而你们要相信这段关系它会到来的。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第1张牌 Life is a series of constantly shifting cycles， 生活是一个接着另一个的轮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收获到爱情，那么我们必须勇于打破当下所经历的重复和循环。当我们拒绝改变的时候啊，也就相当于我们拒绝了一段可能会发生在未来的爱情。改变才是爱情的加速器啊！当你们拒绝改变，永远徘徊在舒适圈的时候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遇到新的桃花。第2张牌 Healing， 疗愈啊，在接下来你们可能要进行一些自我疗愈啊，即使是在不如意的日子，也要静下心来看看书、散散步，
一个人也要抽空逛逛花店，看看电影，不要丧失对于美好和幸福的感知能力。那这个时候疗愈它就会发生在一个瞬间啊，会让我们瞬间豁然开朗，内在的创伤被修复，重新把破碎的自己拼接起来。第3张牌 Close your eyes and tell yourself that you deserve to feel joyful。 要对你们自己进行心理暗示，你们要闭上眼睛告诉自己，所有的美好都源自于你相信你值得。这个时候你们会由内而外滋生出一种令你们感到温暖的能量。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学会善待自己的情绪，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星币5。星币5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曾经存在过很严重的沟通问题，两个人的频率和节奏没有保持一致，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在后面追。那真正好的感情应该是两个人既能够彼此互相陪伴，又有互相鼓励行动的勇气啊。两个人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都会变得柔软且温柔。第2张牌呢，星币3代表的是你们的下一个桃花。它会出现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当中，可能是你们或者说对方正在做某个演讲、工作报告，或者说参加的某个很正式的、很重要的典礼啊、活动当中认识到的对方。这是一个有很多人的地方啊。从牌面上来看，大家似乎都在讨论某件事情，所以说最有可能是你们在工作和学业上认识到的。而第3张牌呢 Justice 正义牌，你们未来会遇到一个颜值很能打的桃花，而且他非常的有正义感，思维清晰，逻辑严谨，平常在学习和工作当中也非常的厉害，非常有能力。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他都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啊，说一不二。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很死板，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又会对他那充满原则的行事法则充满敬佩啊。所以说这个正义牌它代表的很有可能是一个风象星座的桃花，可能是天秤座、双子座或者说水瓶座啊。他从事的工作也需要很高的门槛，所以说这个正义牌他也受到过这种很高等的教育啊。第4张牌呢，星币9啊，你们在认识到对方的时候，自身也非常的优秀啊。那这张星币9的这9颗星币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取得的一些成就。从牌面上可以看到，你们在那个时候会变得非常的自信和放松。那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第1张牌 This could be the one。所以说牌面当中显示的这个人啊，未来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灵魂伴侣。第2张牌呢是 Worth waiting for。现在你们的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当你们对于爱情的信念很深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很浅。第3张牌 Calling in your soulmate。大天使正在帮助你们召唤你们的灵魂伴侣，请你们留意近期你们在生活、工作、学业当中的变化，很有可能会为你们带来新的桃花。第4张牌呢 Finances and Career。这张牌是关于你们未来的学业和事业。在感情占卜当中出现这张牌，大天使希望你们能够关注自己的人生发展，因为美好的爱情是在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你们在爱情之外拥有了多少，决定了你们能够拥有多少爱情。那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Playfulness。 Laughter is the best therapy。这张牌是大天使想要告诉你们，尝试着多在生活当中微笑，因为微笑能够带来快乐，而快乐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能够治愈你们。而且当你们微笑的时候，你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们自身是在散发出某种特质或者说魅力啊，能够吸引到对的人来到你们的身边。这种积极的向上的能量会通过你们的表情传递到其他人的身上，它是具有感染性的。而第2张牌呢 When it comes to matters of the heart, there is no right and wrong。
这张牌是告诉你们，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针对你们的选择啊，在感情当中的这种选择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你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所以说不要强行的给每一个选择贴上对与错的标签，因为你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能丰富你们自身的经历。而第3张牌呢 Power， 这张牌呢告诉你们啊，你们其实内心当中直觉的知道一些事情啊，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这个时候你们要跟着你们的心，因为你们的心就是你们生命的方向，它会帮助你们做出选择，而你们做出的那个选择又会带你们找到那个对的人。第4张牌 Only time will tell， 时间会给出答案，你们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的答案都藏在时间里，因为随着时间你们会逐渐的成长，那些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都会在时间面前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渺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当中寻找意义，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爱情就会不期而至。请你们相信，未来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世界牌，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心动的桃花，或者说未来你们有可能是在出国留学，有一个远行的计划，当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当中，就会有令你们感到心动的人出现。第2张牌力量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桃花在性格上面和你们是互相补充的，他们是你们性格的反面啊，对方在性格上的优点恰好能够弥补你们在性格上的缺点。力量牌它就是一种阴与阳的协调和平衡，这张牌的出现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的生活要回归平衡，因为现在的你们可能在不断的回想过去，另一方面又在担忧未来，那些过去让你们感到痛苦、羞愧和自责，而未来似乎更是一个空洞的深渊啊！你感到进退两难，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也无法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停下脚步来让自己喘口气，找回内心的安宁。所以说你们内在的感受与外在生活之间似乎失去了某种平衡，在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你们要先找回内在与外在的那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内心重新回归到宁静。而第3张牌啊，权杖1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人生，有一个人会向你们抛出一个橄榄枝，发起某个邀请，而这个邀请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些改变。而第4张牌呢，星币侍卫啊，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的一个桃花，一个土象特质的桃花。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看起来有一点沉闷，有一点死板，很固执，但是其实他们内心藏着一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在最笨拙的行为当中有着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最浪漫的理解。而接下来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Children。好的爱情可以让你们彼此都变成小孩子，好的感情并不是让你们变得复杂，而是让你们都能够重新抵达天真。而第2张牌呢 Separation， 代表的是你和你未来的伴侣啊遇到的桃花可能你们一开始有着某种物理上的束缚和限制啊，可能2个人彼此都处在不同的地方。而第3张牌 Express Your Love， 可能是你在遇到伴侣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你们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啊，其实整个人会变得很谨慎、很保守，会做出过度的解读啊。你们对于真正喜欢的人会表现得非常的克制，这反而会让你们错过一些能够升级关系的机会。所以说遇到喜欢的一定要大胆说出来，这样才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而你们在过去感情当中所走的弯路，反而能够让你们在未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路。而第4张牌 Attraction， 这是一段相互吸引、双向奔赴的恋情，你们2个人会看到彼此相似的灵魂，互相映照，从而感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说接下来的这段感情能够让你们重新打开心扉，让你们重新变得柔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不需要去追逐爱情，你们只需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爱情来追逐你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第一张牌就是 soulmate。你们下一个遇到的桃花会成为你们的灵魂伴侣啊。这个灵魂伴侣可能也是因为你们一开始要进行一段异地恋，所以说你们维持彼此关系更多靠的是语言上面的沟通，还有一些心有灵犀的默契。第二张牌 friendship，你们的下一段感情是从朋友开始的，也许这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情，你们一开始并没有期待彼此会成为灵魂伴侣，在长久陪伴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对方的一些闪光点。而第三张牌呢 ，You may not always understand why certain things happen。这张牌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事情会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本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是你们要相信一点，就是说每个事情的发生，每个事情的出现和消失都有它们自身的意义。我们会在得到和失去的过程当中理解人生，理解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最后一张牌 balance 也是在告诉你们，在感情当中，如果你们想要尝试着去维系一段关系的话，那么一定要保持2个人在完全平等独立的状态下去沟通。你们要记住，在一段爱情当中，你们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你们只需要做自己，而爱你们的人自然会爱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